清楚，明明那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你干嘛跟我在那演那场戏？还说哦我不确定啊，因为他的形象我也要顾虑到。我有一些压力不能说，公司有公司的考量。哇，因为这个就是会。那为什么后来又开始大公开，然后还去监狱探他？就是在那个 moment 可能觉得说那。就说好了，然后其实是没有经过公司的同意，所以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年代历经了一个战争，这个年代不需要听公司的任何意见，所以你要去探监的时候，公司有说不要去吗？也没有。对谈可以多久？10分钟左右。所以其实电影演的，你有摸在，你有没有手摸手，然后就说我好想你，然后就哭什么的？就是会摸玻璃，确实是会。现代人呢，人人都有社群媒体，但是要把社群媒体经营得好呢，有些人要花了非常多大量的时间，甚至是金钱，去好好的营造他的这个社群媒体。那有些人呢，到后面他觉得说啊，我懒得弄了，我就开始经营，我开始逃避，我不想要再去弄这些东西了。你刚才是有讲到主持界的前辈吗？没有，我说他开始逃避了。逃经营，他开始逃避经营这一块，因为有些人做不下去了嘛，所以发文的妹妹嘎嘎是很多的。你想要跟桃姐说什么啊？桃姐，我一直都很想她啊。那你就去找她啊。连这个说都要在这掺杂一个很 miss her 的感觉。对。好，但我们今天就找来几位呢，都是身为在公众人物里面呢，经营那个社群媒体又经营得非常的好的几位，欢迎小齐炫、邵文、施佳姐、Dana、玄芬还有朱启宇。Dana 是全新的新人，对不对？最近前进华纳，所以算是华纳里面的新人这样。所以你即将要发出第一张专辑，目前发了几首单曲，希望明年可以发专辑。所以单曲现在已经听得到了。对。所以你的风格是 R&B。I really like R&B， 但是今天你不要跟我讲唱台语歌哦。没有，这次是比较稍微摇滚轻快风一点点。摇滚轻快，对，听一下。OK， 直接清唱吗？好啊。OK， 这是我的封面，然后它叫我又 emo 了。emo 你又不舒，你又难过了。对，我又难过了。OK， 我们开始了吗 ？I don't wanna fall in love， 这爱是扑了空，我的心无法承受再一次的情绪失控，我怎么想也想不通。I don't wanna fall in love， 灵魂感觉被掏空，心疼我的笑容，每一次的失落，不想被看没有。好，好强哦！谢谢。他就是很像 Kimber 那种，就是哇，很疗愈的。谢谢啊！因为你的长相看起来不像是会唱歌的人哦，那看起来像是做什么的？就是感觉那种就是很爱打扮啊，然后很爱 po 一些那种就是运动照、自美照。自美照就是自拍很美啊！好新哦，这个简直。今天是讲错啦，真俏皮。对，就殊不知实力好坚强哦。对，但你自己也有在平常会发文吗？那些的？平常会，其实我平常是经营 YouTube 生活还有音乐类的东西，然后后面就前进华纳。那你会不会很瞧不起说谎的人？比较没有这个经验，但是会有那种就是可能会遇到就是假的人。哎呦，你要不要看看你前面有人的后脑勺？你看得出来他在说谎吗？看不出来，因为你们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上次小齐炫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们不是就说，那你就跟 Toys 在一起啊？他说没有啦，可是还是有想到他的一些形象啊，什么什么 blah blah blah。结果那时候他们根本就已经在一起了。各位小文，你应该知道吧？其实雷通告的跟我说，今天有小齐炫，我最期待就是你问这题。你就是你跟我把话讲清楚，明明那时候就已经在一起，你干嘛跟我在那演那场戏？还说哦我不确定啊，因为他的形象我也要顾虑到。我有一些压力不能说，不然我自己也很，其实我那样子已经，
我自己觉得已经很明显了，没有啊。但是因为我不能直接你那时候就没有自己的，明确的说，其实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因为不能说，说了会爆炸吗？公司有公司的考量，你们公司的人规定你不能说，对，哇，因为这个就是会，那为什么后来又开始大公开，然后还去监狱探他？就是在那个 moment 可能觉得说那就说好了，然后其实是没有经过公司的同意，所以很好，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年历代，经了一个战争。这个年代不需要听公司的任何意见。我觉得我经纪人现在冒汗，你经纪人有来吗？有不要再给艺人错误的观念了。没有啦，他们有就是厂商公司要面对厂商的压力，你有因为这样而丢失什么工作吗？很多，真的哦非常多工作。所以我们也应该要体谅你，因为你真的丢失很多工作，我不知道哎。可能大家会以为说啊，你就死不承认或怎么样，但其实对我背后有公司后面有要跟厂商交代或什么，所以其实至少公司也很为难。失去10个工作吗？差不多吧，就是损失其可是实蛮大的。你觉得值得吗？我不知道值不值得，但是就觉得想不想再藏了啊？就是觉得反正也藏不住了。而且你是不是觉得他已经面临到现在这个难关，你再不支持他的话，好像有点太过分。就是如果这个是一个安全感的话，那就是你想要可以支持他想要这样做，但是做了之后就是给公司带来很大的困扰，也很对不起厂商，也很对不起之前找我的厂商们。所以你要去探监的时候，公司有说不要去吗？也没有对谈可以多久10分钟左右，这么短？对，然后用那个电话这样，所以其实电影演的你有摸在，你有没有手摸手，然后就说我好想你，会啊，因为电影里面都会这样拍啊。我只在电影里看过。你还好吗？我真的很想你，然后就哭什么的。会啊，有，就是会摸玻璃，确实是会。对，然后要讲这10分钟你要讲什么，就是可以迅速传达你所有的心情。心情倒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说到心情，都是在对接一些事情。因为其实他自己的事业很多，我要跟他讲他很多他工作上的别的事情，然后他家人的你事情。是去那边洽公哦？因为我要帮他 take care 他所有外面的一切，就是说所以他现在哪一个厂商哪一个合作，然后有问题，或者是说还 OK 什么之类的。对，因为他自己开其他蛮多副业的，所以他的副业的经营状况啊，或者是有什么要确定的事情，我要一条一条跟他确认。所以其实每次讲话大概有9分钟的时间都在讲洽公的公事讯息，跟或者是他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家人啊、家里状况啊。所以最后1分钟才能说宝贝，我 I love you， 我好想你。不会讲这些啦，啊，不讲这个。因为他一定知道，就是很想他，就是我会写信，这些信都写了，就是10分钟就不需要讲这些，10分钟觉得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啊，要多吃饭，然后喝水什么的。祝福他啦，希望那个出来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好，那来快点，私下你是经营王吧？我就是那种喜欢分享心情、喜欢发文的人，就我觉得就是有什么话，然后其实就会想要写在上面这样子。好，然后，但我觉得我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保护小孩个资。就是因为我觉得公众人物的小孩会选择极度的公开，或是极度的不公开，比较没有中间值。那因为其实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是疫情，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没有人在 po 这些东西的，对，然后所以我也就是比较想要保护她，所以我就没有公开她。那我觉得保护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当你又想 po 东西的时候，你就要把该遮的都遮好。我有一次超级好笑，就是我要帮她披眼镜。然后就是把他眼睛遮住，对，就是要遮那个眼镜，然后你要瞧好这样。那我遮完了眼镜之后，然后我又调了一下底图，眼镜就跑掉，但我就瞟眼没看见，然后我就转手就要发，然后呢就想说，哎，再跳回来看一下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眼镜是戴在这里，就是已经根本就露出来，嘻哈了，很嘻哈。没戴好，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哎。怎么变成这样？然后才想起来说，因为我刚刚有动了一下那个底图，然后那个眼镜就跑掉了，所以就还好我有再检查一次，然后不然就会批出就是出现那个眼睛就直接露出来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东西要特别小心，比如说他们可能学校
大一点可能会有制服什么的，那些你都不能够露出来。小心哎。对，所以我觉得光是保护这一块，就是你还是想分享，但是你又不能写太多。所以目前你的小孩的正面都还没有被人家看过。带出去，当然外面的民众是一定会我看到。是说在网络上面，因为网络上面一看就是很多人。对，就是而且就是我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出去被人家偷拍。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不是故意的，他就觉得说，拍张。最近才在 Trace 上面看到一张你记得去买菜你在街上的照片啊，台风天，头发随便夹一夹，穿着睡衣就出门这样。可是素颜皮肤之好，我只能说，可是节上那张是重点，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啊。对，我跟你讲，重点是他的朋友要拍后面的那个人，然后呢，那个人就把那张照片PO出来说前面是我，然后结果这张照片就不知道为什么疯传。那天台风天，我也只是想说，其实我已经买了1轮了，想说那不然就再出发，再去买1轮，而且已经下雨了。那我想说，那我就随便就夹个鲨鱼夹，我真的没有多想，然后我就结账，然后就有人就传那个图给我，然后那我就想说，这有什么好拍的？不就是全联买东西？然后后来网友热议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你不像是会去买东西的人，他说我不像会去超市的人，那个手下去买，手下也看。手下放台风假，只能自己去买。不是，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会自己出门买东西很奇怪，然后觉得我素颜出去也很奇怪。然后那我想说，全联不素颜，难道全联要妆法好去，不会很诡异吗？节目形象的问题就好，可能反正就是我就是一直很惊讶，看到哇，好素的王思佳，而且都是称赞的啊，都是称赞的，皮肤好，然后很会做之类的，对，而且脸你是很放松，可是也没有垮，就是很放松。然后但有人说为何臭脸，那我想说。不然付钱有干嘛？微笑，笑脸微笑，不是很诡异吗？我不知道，然后反正就是网友就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对，就是我不要再去。对，就是网友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就是网友会有他的想法，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路人为什么不反省自己？他们去买单的时候，他们会笑吗？对，他们的表情可能也没多好看，可是他们就会觉得我们要笑脸迎人，就是可能我们臭脸人，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全联不就是那篇红了之后，对，然后我自己还要再发一篇文说谢谢大家，原来去全联也可以上新闻这样，然后我就是还要就是自己跟大家聊天，然后还要跟他说以后要拍我可以跟我讲一声，这样我可以给他一个微笑之类的。他其实是要拍他朋友，只是不小心拍到你。但他朋友他朋友拍，他朋友发亮，然后他艾特我。那个人有爱我，对，所以我才会知道这一篇，因为你在里面是最抢眼的一个。他们不关心我买什么，他们就说，他提哪个包包啊？你懂吗？就是，台风天不是要去买菜，买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他们都不在乎那些。然后还有人问我说，鲨鱼夹可以开团吗？所以你是拿大包包，就是那种，没有，我就拿一个就是很小的包包，就是一个，因为你就是丢一些钱什么进去，你就而且挂在手上，因为下雨天嘛，我就拿一个很小的包包出去。对，但女生好麻烦哦，还有这种姐妹修图，对不对？一定要，我跟你说，这一定要，全部人如果有5个人，那聊天室5个人都要修过，对5个人check 没有问题，对才能发那一张。因为这种问题，然后我有一次最好笑的就是，我们就是4个女生吃饭。然后我们就4个女艺人，我们就疯狂修啊，然后什么的这样。然后我修很凶，然后修完了之后，那我就丢出去。聊天室里面只有1个人他都不讲话，然后我就说，他都不用修，还是他在忙没看见？礼貌上我们一定要他，就是提醒他说这张我们要发，然后问他要不要修。他说不用修。我拽屁啊，不用修。他对自己很有自信，是不是？对，就是，但他是蛮美的，对。然后呢，但我只是想说。正常人不会都会说什么你帮我可能哪边调一下或者什么之类的，完美啊，我也没有，他不在意啊。对，就是没有，就是然后你当他就想说不用修，然后后来就想说自己是不是有点容貌焦虑，就是想说就对方真的很放松，他状态就很好这样。可是有时候如果是男生跟女生拍照也很麻烦。我们不好意思说，我想修一下，虽然我也是没有在修。你要修吗？我跟你讲，不是修的问题，是每一次比如说合照，你是不是有把头缩小？不是，比如说女生在你旁边大家合照这样夜晚，然后他们都每个都修得很漂亮。他说你真的不用看吗？我说不用看。
我说我们有什么好修的这样？你很需要修啊，就是因为我你的比例就不对，你应该要把只有半身，只有半身。没有，我们常常是节目那个来宾合体照，然后他们就会说，哎，S 姐你看一下我们要发这个，然后我就先看我自己，然后因为他都站在我旁边，我说刘伯承这样 OK 哦。你还顾虑到我？因为我想说你头看起来就比我大很多啊，我想说这样是不是很欺负人啊？这也不会啦，但我觉得女生修图真的有时候太夸张，是我们一起合照，他们都修完，我觉得我不用修，结果他们发出去之后，他们是很漂亮，但我的头是歪掉，被拉到我了，被牺牲。这不用修，但你可以不要拉到我吗？他把他脸推小之后，我的下巴是往外的，会，就这样子，然后整个人是这样抽离式的，啊，他们很漂亮，但是我整个人是像烂掉的番薯一样，所以不是头大而已，是整个变歪掉了。会这样子，会，女生只看自己，小头开太夸张。没有，你知道我那天参加那个贾永杰的生日派对，然后那个玉芳跟我们就是好朋友嘛，然后玉芳非常喜欢，就在下面就是拍，然后她本身是一个非常没有美感的人，然后她重点只是就是说，哎，我抓拍到这张大很嗨，然后什么，然后她就会直接发了，然后后来发了之后，因为就只有她一个人发嘛，所以媒体只要报道就会全部都用她那张照片，然后我就隔天一看新闻，然后我想说这一张，我刚好在讲话，好像这个双下巴就，然后我就立刻打给永杰，我说永杰，你为什么要给我发一张这么丑的？然后他说这不是我拍的，我说是谁拍的？他说一看就知道是玉芳啊，因为玉芳而且玉芳还很得意的跟永杰说，你看吧，我随便拍了一张，现在所有的媒体都用我的照片，他还很得意，然后永杰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请他就是稍微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他说我没办法，因为我跟他已经认识多年来，他每一次发的照片都非常丑，连他自己的自拍照都是，就是他看不出来美丑这个东西，他只觉得反正就是照片，气氛有到，那个细节就不管。对，但后来我说 OK 好吧，如果他是这种型的人，我就不跟他介意 real 的啦。对，所以那个工作资讯要细心。工作资讯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发文一定会有一些就是工作厂商的内容，那种工商的内容，他们就会很在乎排版、字句还有资讯、关键字。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公司已经先给了我第一版，然后但是后来有一版更新版，他们没有给到我，所以我出去发文就是第一版的，就是旧版的。然后我还想说，哦，我很准时，然后我东西都排版好了，发出去很安心。电话就来了，他说，哎，你那个内容不对。我说怎么可能？我重复对过2次才发出去的，不可能出错。然后呢，他们就说有个更新版，你有收到吗？那我就说没有人给我，然后我就划那个聊天室，没有人给我，真的没有传给你吗？就是他们中间就是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可能 A 助理以为 B 助理给我了，但其实那个人他没有给我，就双方都以为对方给我了。对，然后我就当场就傻眼。然后我就说，那你赶快把正确版给我，然后你就要再去改那个排版的编辑，而且你知道有的文章是它会有编辑记录，就是他在后面已编辑，对，然后所以你就只有2种选择，就是第一个就是砍掉重发，但你原本的战术跟留言就会没有，触及会变低。对，然后但是如果你是已编辑，有的厂商他会很在意。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发文的这些东西，就是对于我们公众人物来讲，就是有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哎，那种工作文案要真的很小心的。对，之前我看过有人发那种业配文嘛，然后他是直接复制那个厂商丢给他的，所以他是前面直接写某某商案文案点点，网站连结，议题，他没有把它删掉。请注意，我说哇，好精彩啊！修啊！那种复制贴上的要特别小心 ，double check、triple check。对，因为它可能还会有关键字，然后点那些你都要记得要必 take。对，他会写不能提到敌人的银行，还把它写出来，然后全部都在里面。竞品。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那时候
你呢？小文，你是专心经营的人吗？我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强迫症，哦，就是如果我看到那种太多错字的人，超过5次以上，我可能会退他追踪。好严厉哦！我超是因为你是记者出身吗？我就觉得他没读书还是怎样？我会觉得说，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怎么会都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我有列出几个比较常见的错字跟大家分享，就是例如说像是一支影片跟一只动物，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一直写错，一只手机。就是有生命跟没生命，你知道？我跟你讲，你们真的回去滑那个短影片，其实我也会生气，有时候我会因为一个错字，然后再重发。我整个重发，甚至连影片我都要重新请剪接师转档再重发一次。不管他今天跑在多少，我只要看到一个错字，我就觉得受不了。然后像这种的跟的，其实现在已经慢慢通用了，我就已经没有。对，可我心中其实没有通用。我的书就是要用对，你吃的很快乐，我写的字很漂亮，就是的第二个对。然后快乐的想你就是用动词，就是你知道还是有一些小规则，这个我也很在乎。可这个我已经放过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通用。我也很在乎，我也很在乎。在跟在很 care。对。可是这个比较难一点点，是拼跟判。例如说打拼，我们大家其实习惯念打拼，可是其实我们输入的时候应该要打判。叛命吗？对，叛命打判。就是打拼比较口语化的念法，所以比较写错的那种，所以正确是打判。那所以爱拼才会赢的拼是哪个拼？其实应该有应该是判，但是他是写拼。可是你可以上那个教育部的词典查，他有说。那你应该很企业级填榜。对啊，每次有人唱这首歌，他就说是爱判才会赢。想说你这个错爱判加油啊！我想到一个，因为我在错字上面，因为我真的很常在，就是比如说走路或者赶飞机或者赶高铁的时候，然后现在很流行用语音辨识，然后你语音辨识如果没有再次检查，就很容易它就会挑错字。对。然后有一次呢，然后我就是很赶，然后就语音错就辨识就说，哦，这么大的计划我们终于做完了，然后让我就发出去。就后来你知道语音辨识说什么吗？这么大的计划我们终于做爱了。会这样？真的，然后超多留言，我跟你讲，我在高铁上就没有注意，就是因为我没有提醒什么的。然后我就过10分钟，一直好多人打电话给我这样，然后就发现那个短短的10分钟哦，大概就有2000则按赞，然后超多留言就说有多大，多少人一起做，这么开心，对，然后就很傻爆耶，我都不敢用那个语音的，然后打字的，因为我觉得很危险。有时候我是偷懒输入它的注音的前3个，例如说的是7，我就按送出。我那次本来要说，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大事情，结果一送出被打手枪，你知道吗？真的，你这么在乎字的人，你还会这样子？对，你说太赶时间，然后常会把那个注音3个头打完，因为他会自己选，然后把那个常用的出去，然后本来是要讲最常用的常用枪，常用吗？你们自己去试试看，你们第一个啦。OK， 好，所以你因为一个错字，你大概取关了多少人？大概应该至少有10个。罗文乔老师。好，然后拍照什么？务必小心。因为那次我是想要分享说某一台飞机的机型，因为大部分如果是小飞机不是33吗？对。然后它是3333，突然有个2，我就想说，哎，这个33332这个位置是不是靠近逃生门或是比较大？那靠窗是不是感觉比较舒服？对。我就还想说48小时前预办登记选了一个33332的那个2的靠窗，然后我跟我弟2个人就这样做，因为我们2个都是大概100公斤左右，所以2个位置我想说，好，我们2个应该是。XL 的座位，结果没想到一上飞机之后，那个机型是长荣的某一个机型，这2个2的旁边的这一个，其实不是空位，也不是窗户，是跟你反坐的空服员。而且是这样子做的，那你要跟空服员对看，而且还不是对看哦，是我的头是肩膀这样一这样，他去在他的那个肩膀上面这样。然后我就记得那天机起飞的时候，我已经睡死了，然后空服员还说不好意思，我要坐这，我还这样起来给他坐。然后他说哇，这个332这个位置是很值得注意的。然后我就想说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我就侧拍了一张，可是没有拍到空服员的点，就是大概包头的位置。然后我就发出去了，因为两派留言，如果大部分的女生就说啊，我下次如果选这个机型要注意，然后有一些男生就会说这是哪一台飞机，我下次也要选那个位置，就是2派留言。可是后来在推上就有一个空服员好像有就说，哎，还好这个被拍到的不是我，不然我上班还要被拍到，很累。
然后我就说哇，我只是拍到包头跟一点点戴口罩的侧脸，然后我想说好安全起见，我还是把那张照片删掉。还好现在其实 po 文5个里面都可以删掉其中一张，就不会把整篇删掉，就没有那么麻烦。哦，好，最后一个是我觉得在路上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我前阵子发了一本书，然后那本书就有很多朋友帮我转发，然后那个朋友也是有点知名度，他就收到一封那个 IG 的陌生讯息，就说我才不要支持他这种人呢，很没礼貌。然后我想说啊，因为我朋友跟我们很好，就有去私讯回他说。帮忙做了什么事情吗？然后呢，后来才知道原来我在多年前，因为我先道歉一下，因为我本身呢就是我很喜欢看人类跌倒，就是其实只要有人跌倒，我刚刚只要有那种你知道 IG 的短影音，就是跌倒系列的，我都超爱收藏。对，可是有真实人类跌倒，我也很想看。就是以前我真的是会，我去看演唱会都希望看到那个歌手跌倒。什么心态？没有了，当然是不要受伤了，只是说我也没有受伤的，好笑的啦。我后来就改成如果跌倒我就不笑。可是踉跄我就会笑，反正就是那个私讯，就是大概是写说他多年前在路上看到我坐在某一个咖啡厅门口，因为前面有个小水沟，我一直坐在那边看别人跌倒，然后一直笑，然后他就觉得我很没礼貌这样子。一直有人跌倒，对，因为那个地方一直会有人跌倒。被翻黑也很惨吗？还是只是没有，就是小踉跄，就是我会这样，就是很直的，都没有真的倒下去这样子。还好吧？对，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说，好吧，如果说我们真的喜欢看别人跌倒，就是不要笑。或者不要很难哎。没有，我后来就现在进化成只能笑真实朋友的跌倒，然后路人我就尽量不笑。哦，好，这是韶文在意的3个点。好，小齐炫的是注意贴文是不是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是我很最近发生的。什么？就我最近上传了一个短影音是。那个那个很红，他还上新闻。对，哪一个短影音？他就是出门不穿裤子。不是我忘记穿裤子，但其实忘记穿裤子。但你要不要讲一下我们现在要去做什么？我只是没有再多穿一件裤子。你今天没穿裤子吗？我看一下。其实看不出来。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我从来没有一次出门忘记穿裤子。我不知道我最近是心思复杂，有点就差不多是这样了，是锵锵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拍摄到一半就紧急的找附近有没有卖短裤的地方，对，让大家看看。这次要看完是不是？没有烟，没有烟。你本来今天还精心穿，有要看完吗？差不多了啦，靴子我要清醒。差不多了，反正就是我是穿那样子。只有内裤是不是？没有，我有穿一个裤袜，就是我那个裤袜，而且内裤加裤袜。对，内裤加裤袜，然后再穿一个大毛衣。可是你又没有露出来什么东西。对，就是大家都觉得还好，然后而且这个还是我工作人员拍的，就是那天我们是出去外面工作，然后我是中途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大家还觉得很有趣，把它记录下来，就只是当成一个生活上一个很鏘的事情在分享。结果没想到我竟然因为这样子，就是可能新闻近期就很爱写我的事情，我不管发什么就是可以写一些东西这样，然后就那篇新闻就被写，就是底下的留言就不太好，然后我原本有一个说，就是会讲很难听，就是可能就是一定是很不检点才会出门不穿裤子啊，就是下面痒啊，不是很流行吗？对啊，就是可能大家现在对我仇恨值很高，所以都会留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大家现在仇恨你，就是现在很容易大家会把我的新闻联想成。你男友的，对，然后就是会留下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在新闻底下，对，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变成我发什么，他们都可以导向这个方向，对，然后所以就是我这个影片就被新闻发，然后底下留言也都是很不好听的，然后本来有个工商就是可能隔2天要发这样，然后都已经拍完了，都弄好了，然后结果紧急就因为这个新闻的事件，然后他们就撤下我的合作。他们就说，因为我这样造成负面形象，然后我当时就很不理解，我想说，我又不是真的光着屁股在路上走路，对呀，你又没有露出屁股，对，就是没有。然后我那时候也就是蛮不理解，我想说，哇，现在要小心到这种程度，就是我发的时候根本没有多想，就觉得这只是一件很鏘的事情，我也没有觉得这样子会引起什么负面。如果是以前的你，一定没有关系啊，但是因为是现在的你，就会变得大家会放敏感，对。然后我就觉得哇。所以，我因为这样子，其实我近期社群就是比较少更新，因为我就会觉得好像不管发什么都会被联想，就像我上次没有那么专心经营了，也不是不专心，就会变得我非常的小心，就是会变得我会觉得我好像发什么都不对。你跟你说你上次怎么样？我上次来布希地不是有表演跳舞嘛，然后那时候发，然后也是一堆新闻写，然后就是会导向成是他
男友一入狱我就开始耍骚啊，勾引别人啊什么，就是讲一些，我现在的贴文都是这个方向。然后我接个内衣业配，一定会扯到男友。对，就说啊，他一进去你就开始拖啊，他一进去就在勾引别人啊，看没多久就变心了，就现在都是这样的留言。然后我只是剪个头发，他们也要说男友一入狱开心展开新生活，但我其实只是剪个头发，就是我所有的都可以联想啦。对，就开头都是男友一入狱你就怎样怎样，我就怎样怎样，我就怎样，所以我过得好过得不好都可以写，然后都会被导向成好像是我要大放异彩，我要去勾引别人。吃路边摊呢？男友一入狱，就生活变成惨淡。我不知道，可是我有因为这样就比较不太出门了。所以我们最近其实有因为这样子一直开会，就想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就是我很鲁莽的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导致我后面一连串的影响。然后现在就是好像你说你很鲁莽的决定说你公开恋情，对。然后其实对，就是公司的立场会希望你就是你不要再讲，你不要再任何有关他的事情。我也觉得新闻就会写到。对，我就觉得我也没有讲。我跟你讲，你只能自嘲了，就是你不要给人家讲的机会。等下一录完你就拍个 reels， 你把我们的椅子偷走。偷椅子，这样。男友入狱，他也跟着开始偷椅子，他也开始偷椅子，太想念偷椅子，对，好双关哦。你自己自嘲，大家好，他都讲，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了。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分享他的事了。是。因为刚刚那小菊卷还在讲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拿板，想说我们一定会 cue 到你，其实没有哎。我看看你是怎么样。你想说，什么意思？该唱的也唱过了。对啊，而且2位还没讲。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有多猴急啊？他还在分享，然后他就这么这样。在偏严肃的时候，然后就这样扑在这边这样。就是那种老师，我要发言，就是那种你知道，好学生的那种嘴脸。来，许兰芳。许兰芳也是社群经营王者。我的文字我很注重，就是排版那些我倒是还好，或是穿着照片，可是文字就每个人写的文字我很注重，是吗？乱穿。你文字是注重什么？一定要有教育意义。除了不是，就是比如说像我有3个小编，负责不同，但他们如果要针对同一篇文章，或他们要用我的账号发文的话，他们一定要署名。那另外就是心情的文章，我以前就是会比较随性，想发什么就发什么，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的随性可能会被某些记者拿来做文章，就会变成是好像我在跟谁对话，或者是我在讲说我跟谁在告白还干嘛，可是明明就是没有的事情。可能你说我现在心情不好或者什么之类的。有一次我忘记我写什么，是我的家人打给我说，你跟少伟还好吗？我说啊，我们怎么了吗？他们说因为记者说你们互撕，就是我们2个互相在互骂什么的。我说哈没有啊。就是他们把我的一个文章跟他的限动，好像是在，就是把他们凑成在吵架，对，然后就变成是我后来就会变得比较小心一点，或者就是如果我真的很想发，我下面就会写很多废话，很清楚，就写得很清楚在讲什么什么什么。对我不是在讲什么，不要想太多，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酸民就很爱写有的没有的，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文章没有看完就留言，就代表你真的是无脑的人。你还在跟酸民吵架？我会有时候有些人会刻意的回他就会说你这样子什么你不是男人你可以发言吗？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说那你没有脑可以当人吗？我就这样回他。他是那个好长哦。对啊。哇，许兰芳直接发一个文说，当你丑过、穷过、落魄过，又无能为力改变时，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酸民会这么酸。哇，好凶哦。就是我会觉得有些人会在下面写一些很废话的时候，我就会写这些很有的没有的东西。好啦，让我们的好学生赶快讲一下，来，有什么事这么值得分享？注重音乐的分享部分，所以我本身也是幕后的音乐制作人，所以我自己在分享音乐，只要有一点走音，或是你说你自己唱的时候是不是？对，就是音不准，我没有调好的话，我就会直接撤掉，我重新再制作一段音乐，然后再发。可是你有发过走音，然后有人说走音还敢发？其实也是没有，就是你自己要求很完美，对，自己会 care。然后如果我可是我们听到走音的影片，我们会很开心，很喜欢，对不对？真的吗？我唱那么好是要干嘛？会重复播放，真的哦，一直播。对啊。好，我是自己也听到别人破音的，
反而还喜欢上他了，对，走音或破音之类的。啊，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哎。乐人或者我听到别人如果不准，我心里也会很不舒服。哎，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也是在做音乐的朋友，然后看到他那个唱的很难听，你会转给别的朋友说，哎，你听他在唱什么？你会？你一定会。哎，我跟你讲，那个小飞机直接送转这个要很小心。你知道我有朋友，他就是要转东西给人家留言，然后留到本尊的。对，就是很常会这样，因为他可能看一个影片，然后他要转给他朋友，那你要先转了之后，然后在底下附注这个留言，可是他就是直接打在底下。比如说有一次就有一个人，他就是我的朋友，然后他就看到一个穿搭，然后他就想要传给另外一个人说这什么鬼穿搭，然后他就留给那个本人，然后本人就打开然后就直接正面对决，然后他传说他发现他传给本人。然后他就吓歪，有收回，对，他要把它收回，然后可是他就说他真的是收不回来，好像有些来不及，有些不行，但限动的不行，就是如果是转发的，对，就是但是讯息里面的东西是可以收回的，好尴尬，所以转东西要超级。你没骂过吗？稍微。我那个时候是刚整形完，然后拍照片，他们就用那个小飞机一直传出去，说你朋友也要做，然后就有一个传到我的讯息，他说你觉得这样算成功吗？好像还好。是不是？不是他传给他朋友，把那个小飞机传出去，然后配上一句话，那句话有时候会按到本人一起传，对，很常会这样。我还回他哎，你还回他？他说目前还没成功，你觉得累？哇，他有没有吓到？对不起，我传错了。我说 OK， 没办法哎，我这样很小心。天啊，那也是2天1文。所以你天天限动哦，对我只要没有限动，社群我就会觉得魂不对劲，就我很怕我被遗忘，所以我就会内容是有事情，就我就会硬想一个东西可以发，可能是前几天的照片，或是我最近喜欢听什么音乐。这样讲够吗？还有你要补充的吗？我 OK 了 ，OK 好。对，大家可以多听我的音乐。好了，我觉得那个发现动那个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因为啊，就是很多人都是现在其实立刻发，不管在什么都立刻发嘛。然后呢，就是我有一次就是因为那个立刻发了限动，然后在吃一家餐厅的时候就说真的很难吃又很贵。然后你还在里面吃？我还在里面吃，好敢发。然后这个就发生了2件事，第一件事是后来过2个月，人家餐厅倒闭了。不会是因为你弄的？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我弄的，但是说老实话，就虽然说后面倒闭，很多人都说我怎么那么没家教，可我当下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你要把店名说出来吗？哦，有。就是我就真的打卡，然后那时候真的很贵又很难吃，因为我吃了一个牛排，然后它就整个烧起来，那牛排整个我就想说这烧是正确的吗？它整个就烧起来之后是外面整个焦掉的，然后所以我就，而且那一顿大概就是1万多块，我是满心期待，我满心期待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哇，那我就评论了一下，就反正就倒掉，然后发生第2件事就是我们现场 PO 了嘛，然后就被狗仔跟拍。因为我那时候呢，就是在主食上面有很多人关注，然后我发现原来狗仔是会这礼拜有谁可能比较有多的话题，好，那我们就是 follow 他的 IG， 他如果在哪里 PO 限动，我们就去堵他，然后我正好就在现场发了一个限动，然后狗仔就在跟我不知道，后来那个新闻就出来了，因为我那时候说我没有男朋友。因为我跟我男友才交往1个礼拜，所以我还没有打算公开，还不确定。就那一次，然后就被公开，就被抓到我跟我男朋友手牵手，他说我们单身什么的。然后呢，因为那个拍手牵手那个手牵手画面，因为我男友穿了个皮衣，然后里面穿一个唐老鸭的 T 恤，然后我男友到现在都还在讲说，大家一直说他什么穿到唐老鸭那件就是很没品味。然后就说我们应该要去，因为唐老鸭很摇滚啊。对，而且是一个联名版的，然后但是一直有网友说，哦，朱旭玉喜欢这一款的，时尚品味那么差什么的。然后我男友到现在哦，有时候翻衣柜，然后他就还会生气说，就是这件，你觉得好看吗？你觉得好看吗？然后说很好看，是吗？他就会逼我。他如果不喜欢，他就不要留着啊。就现在没有在穿了，就是偶尔一起来，他还是很 care 说，就是为什么狗仔要拍他？同居了。对啊。所以反正我，你真的很敏锐，是记者，记者耶。
所以我觉得就是反限动就不要在当下发，然后评论别的店家真的要小心一点，要不然那个火会烧到自己身上。要么就是好的分享啦，对啦，不好就不要讲。会委婉一点，就说哦，我觉得这家就是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可以以你个人的这种来衡量这样子。像你算是经营王吧？你也在担心什么状况吗？还是会啦，那你知道，就是像我们就是喜欢分享一些东西嘛，但我觉得现在其实最担心，就像我那篇全脸的，很多人就在底下说包包要去哪买，鲨鱼夹要去哪买，手上那个是什么，手机壳是什么牌子，对，大家就是会希望我们可以去分享这些东西。那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拍一些限动或穿搭，如果是有合作的厂商，我们其实都会标注他们，但有一些就是可能自己私下的私服或是自己的东西的话，那很多人就会问。那我觉得问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回答了。他就会燃起一个希望，要跟你买到同款。那有的时候你不记得在哪里买的，有时候可能你买了很久，然后呢，他就会说，那你可以把品牌发给我，你可以把照片发给我吗？他要去搜图，那搜寻可能会有几件事情，因为像我自己也有用图去搜过，你就会跳出很多莫名其妙的网站，然后那个价格就是很乱哦，参差不齐，然后有可能会有那种就是拿 A 图去卖 B 商品。就是你可能以为你买的是这个，可是来可能就不是那个东西。是。然后所以我就会发现，就是你会造成，就是你好像在帮他，但其实让他落入一个很可怕的危险的地方，就是他有时候如果买来的东西跟你看的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很麻烦。毕竟我是踩雷过的人，就是。我现在很怕人家会这样讲我，你懂吗？我以为你是假的，所以我就是要特别小心，我要找人审核。你们怕，我才怕嘞，我才是最怕的人。我现在更怕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拿放大镜、显微镜在检视我的东西，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就是买东西，我觉得一定要去这个安心的平台。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有一个，我真的是鼓励大家睡前一定要逛。就是如果你睡前逛没灵感嘛，对不对？睡前我跟你讲，睡前逛很疗愈，想都不出门嘛，很适合你。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个平台一定要跟大家推荐跟分享，是什么？真的很厉害很厉害。好，我跟你讲，这个 app 真的很厉害，每个人都要给我去下载。好，它是一个二手精品买卖的 app。然后呢，你就这样子点进去完了之后呢，我跟你说，晚上逛真的很精彩。我都是逛到我都没办法睡觉，因为我就是太兴奋了。然后我跟你说，你这样打开完了之后呢，你知道重点是呢，它里面呢还有就是日本跟香港的精品二手店直接进驻，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成为卖家也都没有问题，就是你在上面你可以买卖。然后最好的呢就是你可以再往下看，对不对？它有超级多的东西可以来看，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去搜品牌。都可以，而且呢，它有一个筛选器。为什么要筛选呢？你的预算。比如说，你可以直接输我今天要多少钱。比如说，我要一个区间值，然后我要什么样的包款，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做选择，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跳出来你想看的东西，你就不用一个一个滑，因为有时候你会滑到就是这都不是我要看的，对。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筛选到你要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它这个东西超级无敌贴心。而且你知道讲到二手，很多人就会想说啊，二手会不会很旧？对啊，会不会就是可能5成新、6成新这样？没有，他们家有很多几乎是9成新，而且还有一些几乎是全新的。哎呦，然后你要在上面找全新的也可以，比如说这个筛选器里面它的这个商品的状况，就可以选全新或9成新。对，然后在这里买会可靠吗？我跟你说，买东西最怕的就是踩雷。对，踩雷会有几件事。第一，东西有没有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再来就是大家对于9成新的定义太广了。你是卖家，你觉得我这就是9成新；我是买家，就觉得你这个有污渍，你这个就是我这不能算9成。对，大家就会有争议。对，那有争议这件事情就会导致消费的纠纷。对，可能我买东西就变成是一种烦恼了。我能不能退啊？或者是你跟我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样。他们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买的话，你看哦。它这个里头啊，你就可以随便点一个进去。好，假设我要看这个包包好了哦。好。你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到它有一个东西叫做安心购。那这安心购就是你多加个几百块钱。然后呢，今天假设比如说我要跟你买东西，你是买家，你说9成新，对不对？好，我们2个要开启这个交易。我买了这个安心购之后呢，第三方他就这个平台他就会出来说，来，我先检查，你说9成新是不是9成新？
如果是这个东西过关了，他开始帮你检验这个商品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这个商品它不是正品。那对不起，这个交易就不可能会成功。平台出的那第三方是会讲实话，对，而且呢，它的这个第三方它是有 AI 的仪器帮你鉴定，它是用机器去帮你做鉴定的，对，它是有国际认证的一个机器的一个鉴定。然后呢，它会帮你看金属的部分，然后皮质的部分，它就会帮你全部再检验。那如果你还是不放心，因为可能机器是99%嘛，对不对？对，人工也会再帮你验一次。所以你是机器加人工的双重验证，确定这个东西没有问题，又符合卖家的叙述说真的是9成新，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呢，如果确认这东西没有问题是正品的话，它会有一个电子证书，也就是说你会收到一个电子证书，就证明说第三方已经出来帮你背书说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那还会有一件事情，因为我这个人小剧场多，我怕被暗算。比如说你们验都没问题嘛，验都没问题，会不会过来的路程当中掉光？对，有人就遇过这种事情啊，什么去店里面买一圈都拍给你看啊，都没事，然后怎么到手上长得不一样？对，他们的过程全程录影。哦，对。对，你看哦，出货他都帮你录影，就是你今天买了这个高单价的东西哦，大家就觉得几万块嘛，对不对？出货帮你录影，然后你的箱子上面呢，它会有在上面还有一个防调换的封条，就是我怕你这个东西被调包，就像你点外送平台，它会帮你贴，怕人家偷吃你的东西。一样的意思，他都帮你都封好了，所以你拿到手的这个东西是不会被人家调包过的哦，所以就是会非常的安心，而且才多几百块钱而已，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你在这上面买东西的时候，上面有超多人在买卖东西，而且大家都觉得很安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第三方的平台，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二手精品的买卖 App， 其实我蛮推荐给大家，因为你看，像我们有的时候艺人的工作，我们可能有些东西用一下。那你就想要把它卖掉，或者是你想要来个断舍离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很棒的分享。其实滑社群呢，不外乎就是得到一点那个开心跟温暖嘛。对。所以如果你被这个东西绑架，觉得很 emo 的话，就可以去听 Dina 的新歌。又 emo 了。已经上架了，对不对？已经上架了，对。觉得 Dina 本身就是一个变态啊。他每天他已经被绑架了，每天都一定要发啊。可以戒掉吗？我努力。对，下一首歌叫我戒了，我戒了，我戒了也可以。我戒了。好了，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